好不容易才把他找回来，我不愿意再和他隔着烽火连天，我不要和他生死离别，我要和他在一起，哪怕是多一个时辰，多一日，多几天。走，死亡也不可以。谢谢你，三姐。来了很久了，放心，今晚的伤没大碍。都是因为我，才让他受那么多的苦。外面冷，进屋坐吧。让我在这多待一会儿，哪怕是远远的多看他一眼，多陪着他一会儿，都是好的。我能理解，如果换作是我，我也一样无奈，不知所措。我现在只希望他不要再受到伤害了。这些年，他已经承受的太多了。心之，我一直很想知道，你是如何能够一直默默的喜欢着静婉，却又对她别无所求。这很难吗？我不过是希望我真心喜欢的人能够生活的幸福罢了。你说的对，爱应该是无私的，可惜这个世上却有太多的以爱的名义占有和剥夺，一切的悲剧都源于这种执迷不悔。佩莲，你终于明白了。回想起来，以前我爱静婉，只是想把她的心占得满满的，把她攥在手心里。我爱得那么自私，却从不自知。可到现在，我可以透过窗户静静地看着她，
时间好像停止了一样。我在想，只要他还好好的活在这个世上，我就应该满足了。佩林，你变了。好香啊！我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了。那当然了，佩林把督军府里的厨师带来了，专门给你做了这碗面。佩林，他在哪儿？他昨晚一夜没睡，在隔壁房间睡着了。你跟佩林之间，你有什么打算？佩林兑现了承诺，释放了监狱里的民众。不管他跟锦之之间的事情怎么解决，我觉得你是时候要面对他了。这位是社长盛天明。
小赵、陆文，哎，还有米兰，您好，你们好。总司令好。总司令好。不用客气，你们是静婉和信之的朋友，也就是我的朋友。总司令，这一份是我们报社新出的特刊，记录的是历代爱国将领的英雄事迹，想以此来鼓励所有的中国人拿出自己的勇气和日本人进行抗争。这一份送给您。好，我一定好好拜读。谢谢。哦，大家去忙吧，我带他四处看看。好，好，总司令请自便。好，佩林，他们是我在成州最好的朋友。和他们在一起之后，我才知道，这个世界有多辽阔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。我才知道，以前我心里的烦恼是多么微不足道，心里面想着国家，想着抗日救亡的事业，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。我才发现，生活原来可以那么充实，那么有意义。静婉，我知道你带我看这些，是想劝我下定决心，抗日救国。那你怎么想的呢？其实那天在领事馆的门口，我向百姓们承诺过，我会给他们一个交代。那个时候，我就已经下定了决心，我慕容峰要和这些有骨气的中国人一样，绝不做摇尾乞怜的走狗。可是后来你为什么？就在那里，我看见了你。那个时候，我好像什么都忘记了似的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绝不再让你消失。我要和你在一起，抛下这一切，远走他乡，粗茶淡饭，朝朝暮暮，过最平淡的生活。佩林，小爱是家，大爱是国。如今我们国家危在旦夕，抗日救亡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等我们赶走了日本人，我答应你，跟你一起隐居山林，粗茶淡饭，过最平淡的生活，好吗？真的。等一切平息以后，你真的可以原谅我，回到我身边。佩林，和日本人这场仗不好打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信之，怎么了？我今天和佩林长谈过，他已经同意去抗日了，而我也原谅他了。
那很好啊，我为你们两个感到高兴。信之，这些年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一句感谢真的无法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。有你这样的朋友是我的福气。既然是朋友，还说这么多干什么？你为我的付出已经远远超出对一个朋友的付出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很难想象我可以像今天这样勇敢地活着。信之，我欠你太多了，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偿还。如果有来世，我希望还有你这样的朋友。今晚，别说了，我不需要你任何的偿还，对你，我没有奢望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够过得幸福。我们目前的处境，可以说是腹背受敌，难以脱身。可是再闭气的棋局，只要不是死棋，就一定还有气口。你们看，马阴山这个地方，守备空虚，地形险要，正好是我们突出重围的绝好地点，也是扭转局势的气口所在。你们说呢？好。跟在你的背后，像影子般附和，或者倔强掉头，转身大步就走，哼着那首情歌，要自己能快乐。我拖着落寞，一错再错，做不出选择。一生只能爱一个，我顾不了太多，守着你做过的空位，想象着你轮廓。谁说一生不只爱一个，我不管那么多，论现在有你的空间，跟着回忆唱歌。跟在你的背后，像影子般附和。仁慈的圣母，请祝福我和静婉。我和佩林生生世世永不分离。
位先生，这个先生啊，您在干嘛？找我有什么事？快说。夫人何必这么着急啊？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和夫人叙叙旧。卖国贼、狗奴才！我跟你多待1分钟，我就觉得多丢1分钟的脸。骂得好，骂得妙。不过夫人，你知道吗？是谁让我卖的国？又是谁把我许建章逼到今天这样的境地？人都有脚，会自己走路。所有的路都是你自己选的，没人逼你。没错，路是我自己选的。可是，我做出的所有的选择，都是为了捍卫我的尊严，保住我的家庭。我有什么错？可笑，一个连国都不要的人，还谈什么家庭？夫人，此言差矣。国这个概念，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，实在太虚了，太遥不可及了。家才是我们的安身之所，立足之地，是我们痛苦和幸福的根源。这一点，想必夫人一定有深刻的体会了吧？我们命途多舛，偏偏身逢乱世，如何在乱世中保住自己的家，才是最重要的。更何况，作为一个女人，不论她多要强，多有威风，家庭才是她根本的归宿。可是夫人，如今您的家呢？您的丈夫在哪儿？许建章，夫人，慕容峰已经和尹静婉重归于好了。您的丈夫已经被人抢走，您的家庭已经被人彻底的破坏了。胡说！他不会离开我的。你是不是想说，你现在怀了他的孩子，你就握着这个杀手锏，还可以跟尹静婉斗一斗？你怎么知道？哼，你去程州城问问，谁人不知哪个不小啊？啊，堂堂的慕容夫人差点死在自己丈夫的枪口下，如果不是因为你这个孩子，慕容峰早就六亲不认了。他可以为了这个孩子放下枪杆，未尝不可以为了他的孩子断了他的念头。你太天真了，夫人。我告诉你没用的，慕容峰已经不是昔日的慕容四少，他不可能再为了任何人放弃他的爱情。还记得吗？上一次乌池之围，他所付出的痛苦和代价，还不够他学乖吗？那当然，夫人绝顶聪明，什么情况都能够绝处逢生。这最后一张王牌，就看夫人肯不肯翻了。最后一张王牌？没错。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拆散他们，保住你摇摇欲坠的婚姻，让成军一败涂地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夫人一定明白我的意思，而且建章也相信，只有像您这样不一般的女人，才可能具备那样的胆色和本事，才可以用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法，换回自己的幸福。夫人，好好想想吧。爹，您干什么去啊？我去参加誓师大会啊，为保家卫国尽一份力。我不准您去。锦之，你别胡闹，爹是军人，国家有难，正是军人尽职之际。我没胡闹，很多事情您不明白。
总之，这次凶险非常，我绝对不让您去。抛头颅洒热血，本是军人的本分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别人能去，就您不能去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您去送死。谁说就一定会死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快让开！爹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松手，快松手！哎，乖啊！你这是干什么？今天你要是踏出这个门槛，女儿就死在你面前。各位将领、将士们，面对日本人的侵略暴行，我们已经忍耐、退让多时，可是日本人得寸进尺，步步逼近，我们的国家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更何况我们这些热血男儿、铁骑雄兵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现在是时候，让日本人瞧瞧我们中国军人的胆色。我在这里向你们宣布，一场抗日救国的战争即将开始。保卫祖国，誓死不屈！保卫祖国，誓死不屈！将士们，我们如今的局势可以说是腹背受敌，孤立无援。这场战争势必凶险非常，我们要用我们的血肉来保卫国土，捍卫尊严。我召开这次誓师大会，也是想给大家一个选择的机会。你们可以离开成州，或是加入战斗。但如果你们选择离开，我绝不为难。现在，决定加入我们抗日战斗的，请你们举起手来，让我听见你们的呼喊。保家卫国，誓死不屈，抗日救亡万岁！抗日救亡万岁！保家卫国，誓死不屈，抗日救亡万岁！于师长，你的第9师埋伏在这儿，和前师长的部队会合，然后往东南方向展开突袭。是。第7师留在原地不动，一旦突袭成功，即刻挥师南下。是。还有这里，一定要特别注意日本人的偷袭。夫人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想找你单独谈谈。总司令，要不我们先回避一下？不用，你们在这里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好。走吧，我们外面聊。哎，夫人这是怎么了？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闯进来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不过，如果不是当着众人的面，不是在这样的场合，恐怕我很难再有机会和你谈话了。那好，既然都已经来了，你要说什么就说吧。我只是想把我们之间的事情谈清楚，给我和孩子一个交代。如今时局这么乱，我也好早做打算。你说的对，
我们的确应该做个了断了。我们离婚吧。又是离婚。我们的婚姻本来就是一个错误。我这一生只能爱静婉。那我们的孩子呢？我们的孩子怎么办？孩子生下来，我会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，照顾他，抚养他。但孩子不能成为维系婚姻的理由，那样只会酿造更大的悲剧。同样是女人，我跟当年的尹静婉一样，都怀上你的孩子，为什么你的态度却如此的不同？那个时候尹静婉失踪了，你恨不得把整个成州城掀开了去找她。你的孩子失去了，你痛不欲生。可是今天，我同样怀了你的孩子，为什么你对我一丝怜惜、一丝爱意都没有？锦芝，事到如今，你为什么还不能明白？当日我那么在乎静婉的孩子，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我爱她，所以我在乎我和她之间爱情的结晶。而我和你之间，从始至终就没有爱情，不是吗？我们这样勉强的走下去，到头来只会增加我们的痛苦而已。锦芝，不要再重蹈覆辙了。为了另一个无奈的原因勉强走下去，这样的生活我们必须停止。谁说我们没有爱情？我是那么的爱你，我费了那么多心力去维护我们的爱情，为什么你那么铁石心肠，可以无动于衷呢？你再这样患得患失，自我折磨里还要煎熬到什么时候？跳出来吧，看看身后的世界，天地这么大，不要再执迷不悔了。你少来这一套！天地那么大，我只在乎我的家，我不能让它毁掉，我不能。你知道吗？从前我也和你一样，执着于自己心中的那点爱，只想着不能失去，必须占有。是静婉影响了我，改变了我。如今，我已经慢慢放下了这种自私的、狭隘的爱。我和静婉之间的爱，已经不再是男女之间的欢爱，而是升华到另外一种状态。我们如今在意的，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厮守在一起，而是要共同勉励，一起携手，为国家、为天下兴亡尽一份力。锦芝，无论如何，你终归是我的亲人。我真心希望你能把这一切都看开，彻底放下。只有这样，你才会得到真正的平静和快乐。
我的爱情和婚姻，就是一场最艰难的战斗。在我程景之的字典里，可以有阵亡，却不能有失败。这将是我捍卫自己尊严的最后一次战役。在我的手里，只有一张底牌。我要与慕容峰饮尽晚，同归于尽，玉石俱焚。圣母，请你成全我这最后的心愿吧。哪怕是坠入地狱，永不超生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好美的月色，好美的沉江。今天晚上，这整片的江水，这天上的皓月，都是我们的。总司令，就来了。来，请问，宣战在即，我们喝一杯，为了我们的国家，为了我们的胜利。其实我知道，你宣布抗战，是做了一个多么危险而悲壮的决定。留下了梦，就停在我心上。那真情如潮，我如痴如狂。丢掉了你，我捡起了悲伤。所有的渴望被一滴泪烫伤。拒绝心痛，苦涩就难阻挡。一阵阵心碎，一回回低唱。绝美的谎言被默契重创，把一朝一夕当作地久天长。不及说爱你，心如过客，你去了遥远的方向。来不及说爱你，只剩目送你的眼光。来不及说爱你，太多的话我只能好好收藏。来不及说爱你，那段情被岁月凝固，不再释放。